布莱达师傅一出手就知道这一集稳了。稳了，真的很奇妙就是透过一些制成啊，就可以让原本就不错帅的机体变得超级帅、超级精实。那你跟观众介绍一下你做了什么，让它变得这么锐利、这么挺、这么好看，好不好？那这一款啊，它的零件数量其实算蛮多的，虽然是 SD， 但是也是 MG 等级的。那零件数量的话，就是内构跟外装甲的零件都非常多，然后表面也有非常多的细节跟一些造型。那但是它的细节跟造型上不可避免也会有一些注料口跟分模线要处理。那所以就是记得，如果在有修磨这些细节之后，我们可能会把它原本的一些造型跟它的 C 面可能会变得比较模糊一点。对，我们要想办法这些都要再把它拉回来。然后因为非常多细节、非常多造型，那所有的线我们都有把它重新再跑过一遍，这样看起来就这个会比较锐利这样子。那这一台虽然它本身已经造型非常漂亮，但是我还是有试着挑的一些地方来做一些加工，像是肩膀这边它的这一块，再放了一个小改套。那这个是从泽先生的那套 GK 里面剩下来的细节的小零件，把它挖一个槽，然后放在肩膀相对这个比较空旷的位置。那我们再来单卖这个，对，我觉得这蛮好用的。然后当初我非常意外的是，它这么小的身体里面，它竟然有做出驾驶舱。驾驶舱上面还有一些细节，但是驾驶舱是空的，它不像 MG 版里面有附人，这一点我觉得比较可惜，所以就用胶板跟一些材料做了一个小人，可以放在里面这样子。直接头皮发麻。你用胶板做了一个人？对啊，反正就一个大头，一个身体，两只手而已啊。胶板能不能做圆形的？用车的，用那个电机长着，然后磨一磨就可以出来了。所以它是很厚的胶板，胶棒啊，头是用胶棒。头是用胶棒。对，我这隐隐约约看得出来是希洛，好可爱哦。你每次都给我们很大的惊喜，上次好像不经意的就磕了一个拳头，这次不经意的就磕了一个希洛。那个希洛我注意看，他头发是立体的，然后还有2个很可爱的眼睛。那个脸跟头发它是怎么弄出来的？脸的话，我们就是现在因为胶棒车出来了嘛，所以这时候胶棒先不要那么快把它剪掉，下面可以当做拿的部分，然后先用铅笔把它打个草稿，然后再用刀片先切出一点点的造型之后，然后再用细的雕刻刀去把头发比较立体的部分推出来。根本就是塑胶雕，就是木雕的另外一种塑胶雕。这个大概雕3、4撮头发出来，然后再涂个颜色，应该就看得出来它是头发。然后前面磨的部分全部是圆的嘛，但是希洛它有一点不算呆毛，但是这边有翘一点点起来，那边有用光固化的，就是点一点，让它的头发稍微凸起来，增加一点造型。对，这个工具真的是看在谁的手上表现出来就不一样。那我们继续吧。然后我有在它膝盖的上面这一块盔甲这边有参考 MG 卡版飞翼零式的造型，在它膝盖上面这个地方增加了一条刻线，然后在它条腿的侧边这一块也各增加了一条短刻线。这个膝盖的左右对称你是怎么做的？因为这个就只有沿着边是平行线所以只要画出等距的线就可以了，等高线就可以了。对，它两边形状会是一样的。OK， 小腿这边这个短刻线因为我是要在它凸起来的零线上刻一个短刻线。那我们新的刻线胶带，它上面有算距离的那个点，所以只要对好它跟端点的距离，然后再取好你要刻线的距离，这样子稍微做一下记号，就可以在4个一样的地方，不用特别去量，就可以做出一样长度，然后一样距离的短刻线，很方便。那我这边想问一下，如果我是一个新手，然后想要挑战新增一条刻线，有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注意事项？想要新增一条线，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你要确定你的线要刻在哪。那你决定好之后，如果只是一条直线的话，那就是选刻线胶带贴上去尽量你的表面之前如果有打磨过，上面可能会有粉，那粉要把它刷干净。这样的话，你的刻线胶带贴上去的时候才会贴得牢，而且整条都要把它压紧，才不会你下刀下去的时候刻到后面慢慢就跑掉歪掉。然后轻轻的刻，尤其是如果你是用叉系列的话，然后那个刀比较利，刻太大力，刻太多刀的话，那个胶带旁边可能会有受损，那个线就会越来越不直。我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凹槽。对啊，胸口这边也有给它做一个小小的结构，然后它看起来跟身体连接的部分是有一个机构这样子。那这个 MGSD 系列它本来的手就是拳头都蛮大的，那手指头就是传统 MG 这种3、1跟大拇指的这种手，那握拳或怎么样的时候，其实都没有很好看。那我们有认识的设计师，接下来准备会推出造型手，有非常多的握拳、开掌、拿枪、拿剑
面的手。那我们这边这次有先用了这个测试的板，可以给大家看看它的效果，还蛮帅的。我觉得跟 SD 的体型蛮搭的。对啊，就是那种手部的表情，该有的细节都有。对。那我们有注意到，就是它原本的配色比较单调一点，这就是接近原本动画设定的配色。但是你这次做完的范例啊，就多了很多的分色，我觉得帅气很多。这个部分是怎么规划的？其实主要也是第一个参考它机体上面的造型设计，那还有一部分我也是一样是参考 MG 卡版的分色。那它的造型，它的机体的表面上非常多细节。那这次我们也是有用到新月的预切遮盖胶带，然后再参考其他可能一些做力或者是 MG 卡版的配色方式，那下去做跳色的这个设计。那这边主要的话就是蓝色跟白色，那我都是各用了3个颜色，就是深中浅。那蓝色的话，主要就是深蓝、浅蓝跟标准的中间这个蓝色。那这次我们在试色的时候，刚好前一阵子水哥来有带给我们新的试色卡，就是用它这个试色卡来做一下测试。所以我主要使用的最深的这个是摩多的泰坦蓝，那主色会是钴蓝色。那最浅的这个的话是宝蓝色。那同样在测试之后，这个摩多蓝就觉得不太适合我这次这样的配色，所以最后没有使用。那这一次除了试色卡这个新商品之外，还有用到一个就是新的紫色的补土。因为紫色的补土我们可以拿来当做蓝色的底色。不过因为紫色它当做底色的时候，其实对表面的颜色发色，其实它不是只有深浅的变化，它对颜色也是会有一些色偏。像这次我们用这个紫色补土的话，你可以看到同样是这个钴蓝色，你喷在灰色上面，它只是慢慢的变暗；喷在紫色补土上，它其实颜色会有一点色偏的。那这个带有一点点紫色的蓝色，我是蛮想要这个感觉的，所以我就用了紫色的补土，然后再配合它这个底色。那如果是这个宝蓝色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用在紫色补土上，它就变得比较沉稳的这样子的感觉。那白色的跳色的部分的话，最中间的这个白色就是用正白，那比较深的这一块的话，用的是浅灰色，在浅灰色跟白色中间是用了一个米白色来做这2个颜色中间的过渡。那米白色的话，如果单纯用原本的这款这个颜色的话，跳的部分会有一点点可能不够明显，所以这部分我再加了一点点的黄色，让它变成一个比较暖白色来做另外一个跳色这样子。我觉得试色卡最大的好处就是，以前我们会准备很多搪瓷，然后它上面我们也很难去做很多的记号，而且之后会有非常多的搪瓷。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会拿实际的零件试，它试完弄坏了有可能就要洗掉，或者是就报废了。所以用这个纸我觉得蛮方便。而且当时我们比较不耐刮，它有时候放久了，我们试好的颜色都会掉。那这个纸的话，放着这样小小一叠，之后要再拿出来对，也都很方便。真的，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产品，被水哥先出了，不失礼貌的微笑。那 MGSD 系列另外一个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内构的造型。所以这支它的预切遮盖胶带，除了针对外装甲之外，它在内构很多地方它也都是有做遮盖胶带，让你内构也可以做很漂亮的分色。尤其是它一些可动关节联动的时候，内构会露出来的地方，如果用一些不一样的颜色下去处理，它的效果就会很明显。这才真的太精实了，太帅了。那这一款，因为它当初就是它里面有一个亮银色的零件嘛，那所以它在制作最后整个方面就是这些颜色大概有做了3种不同的光泽。外装甲这个红色、黄色、白色、蓝色的部分用的就是消光，然后外露比较多的金属色骨架的部分，这是半光泽。哦，难怪。然后它原本比较亮银色的那些部分，它其实也是会露出来的，像是这边的骨架，然后还有这个翅膀打开里面这一块银色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是用亮黑底，然后是用摩多的 NERON 银，虽然不是电镀银，可是那款银色用起来也是蛮亮的。那银色的部分的话，就保持它是亮光的。那在一些细节的部分，其实像这翅膀这边露出来的这几块，这些就是它会是亮的银色，让它去做一些不一样的点缀这样子。这个在质感上面的表现，我觉得真的是蛮重要的，就是用光泽去代表它是不同的金属或者是不同的制成，然后这样搭配起来，你的机体欣赏的这个丰盛性也会高很多。所以大家可以参考布莱达师傅，不管从刻线设计配色或者是说这种保护器的一些搭配都可以让你的机体做得比原本的有质感非常多。所以大家可以反复的去看前面这个影片，带来很多的这个技术教学。这款预切遮盖胶带它除了本体之外，它在它的武器，就是盾牌跟来福枪上面，它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原本的这把枪基本上一整支都是同一个颜色，我们可以看到它设计上在很多细节配合它这样子做一些分色。那我是用了一
些同样类似色系，但是深浅不一样的金属色，然后再搭配一些的金色来做点缀这样子。那当初有看到有些人说，觉得它翅膀拉开里面有蓝色的部分很奇怪。那这边的话，它的这把枪也可以这样拉开，那里面这个管子我就也把它做了蓝色的部分，让它跟翅膀上的颜色有一点呼应这样子。哦，好帅哦！那这个这样拉里面不会刮起。对啊，怎么这么厉害？下面刮。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把工具用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才可以做这么漂亮。它原本设计的就很好，那我们搭配它的造型去做设计这样子。哇，看完布莱达师傅这么厉害的表现，真的也很想做一次 MGSD， 想而已。哎，大家有没有想过下一支 MGSD 会是什么？我猜油缸，今年蛇年，蛇夫座。如果他出蛇夫座，我做啊，我做。他如果不是出蛇夫座，你做。这个赌注应该蛮好赢。可以。好了，那这个是我们 MAD 频道呢蛇年第一件作品哦，就一飞冲天哈！希望我们的这个流量也可以跟着飞翼哈，飞到最顶啊！那也希望各位多多支持我们的频道，也祝各位呢在这个蛇年，让你的模型技术可以跟布莱达师傅一样厉害，那你就可以去下方资讯栏参考一下，哎，你还缺什么工具才可以变得这么精实、这么厉害呢？那非常感谢布莱达师傅哦，哎，这次很用心哎，做多久？快一个月，很少机体可以让布莱达师傅花1个月时间。那最后呢，我们就一起祝各位蛇年行大运，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打电动之余记得做模型。那喜欢我们频道，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哦，拜。哇，真的是透过这个布莱达师傅的巧手，还有这么多工具的辅助，哎，是不是工具越出越多，你的制程也要越来越多？对啊，不然可能2个礼拜就做了。就现在遮盖就是让你分色那么多，哎，还好那个蚀刻片你还没有收到。蚀刻片说不定可以省一些遮盖的时间。哦，对哦，说不定。那如果各位想要挑战那个机体哦，比这样再更紧绷一些哈，还有那种蚀刻片可以增加一些浮雕的那种立体感、结构的层次感，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个下方资讯啊，已经开始预购了。那真的啦，就是把单体练到极致，也差不多就这样子了吧，就不要大改的情况下，就是如果你是喜欢组装的，你就买个切口钳、一个砂纸棒棒，就可以把它做成这样。那甚至你可以自己画个墨线、喷个消光，就很棒。但是你玩一阵子之后呢，你一定会觉得这样子表现好像不够，它就会慢慢的变这个样子。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变这个样子？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自己的作品要求这么高？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难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吧，这都一点一点慢慢的去增加，慢慢的中毒。对，你不会说有哪一天突然睡醒啊，我要做成这个样子，你一定是这一台比上一台再要求一些这样子。还蛮励志的，就是每天都越来越强啊，这是励志吗？对啊。那听完师傅的话，是不是很励志？我们就从这样子一点一点变这么强。那工具也从斜口钳、雕刻刀、刻线胶带，这个不够了，就要去买下一个。然后从1个变这么多个吧。拜拜。